这近关于钱的事儿总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美国动不动就闹债务上限，房贷利率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到底该不该买房，人民币汇率波动一下，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背后其实都藏着同一个幕后黑手，那就是国家的债务和货币大周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本新书，国家为什么会破产大周期。他可不是空口白牙的跟你讲理的精炼，把这个幕后黑手彻底扒开给你看。你想想看，达利欧这个人可不简单，他亲身经历过拉美货币暴跌，日本失去的30年，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他就精准预判了债务风险，帮客户赚了大钱。而是大周期里一定会发生的环节，就像人会变老一样，没哪个国家甭逃得过。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直接点破了我们眼前的焦虑。现在全球债务越堆越多，美国政府的债务是它收入的8倍，日本更是 GDP 的 200% 以上。就连我们身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问题也老被提起。很多人觉得这些是国家大事，跟自己没关系，或者被印钱就能解决问题的说法得骗了。达利欧偏偏就要戳破这个谎言，他拿过去100年里35次债务危机来证明，债务从来不会凭空消失，要么是大家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要么就是央行印钱让货币贬值，最后都会实实在在影响到每个人的钱包。比如空胀让工资缩水，汇率波动让你的资产缩水，好不是为了让你成为经济学家，而是为了不被周期牵着鼻子走。你不用去死磕那些复杂的公式，达利欧把核心结论都帮你总结好了，甚至还特别分析了中美日这些大国现在处在周期的哪个位置，还提醒我们现在可是二战后这的大周期的晚期了。下次再看到央行加息、债务谈判这些新闻，你就不会只看个热闹，而是能判断这会对你的钱袋子有什么影响。那么达利欧费这么大劲写这本书，到底想给我们普通人传递哪些核心观点呢？其实国家破产从来不是突然砰一下就崩盘，债务就像雪球一样，在大债务周期里慢慢滚大，等你回过神来的时候，达利欧用他50年的经验总结了这个过程，一共分为5个阶段，每一步都藏着看似合理实则危险的陷阱，咱们一步步拆解来看。第一个阶段叫健全货币阶段，这时候大家都很理性，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刚经历过苦日子的家庭，花钱、借钱都特别谨慎，它的核心特点就俩字。就拿二战后的美国来说吧，那时候美元可是跟黄金挂钩的，1美元能换35盎司黄金，货币有真金白银背书，政府的债务只占收入的7倍。而现在呢，实业借钱也不是为了炒房炒股，而是正儿八经的扩建产能。比如福特建厂造汽车，借的钱能通过卖车赚回来，还得上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刚经历过战争或危机，没人敢盲目借钱，银行也不敢随便放贷，必须看你有没有能力还。这时候的经济是健康的，信贷支撑生产，收入能覆盖债务。就像一个人借了10万块钱创业，每年能赚5万，慢慢就能还上，当然不会出问题。但隐患也从这里悄悄埋下，人啦就会忘了碰，慢慢开始觉得借钱能赚更多，这就开始滑向第2个阶段。第2个阶段叫债务泡沫阶段，这时候人人都觉得能赚快钱，债务开始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个阶段的核心是信贷宽松，银行觉得经济需要刺激，就降利率放钱，银行觉得资产会涨，不怕违约就敢放贷。普通人呢，觉得借钱买资产，比如股票、房子，也就敢大胆借钱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美国房地产，当时银行甚至推出零首付房贷，都不用查你的收入，
也能借几百万买房。为什么银行敢这么干？因为大家都相信房价永远涨嘛。就算你还不上，银行把房子一卖还能赚钱。普通人也跟着疯了，有人甚至零首付不守了3套房，心想涨了就卖，赚的钱足够还房贷了。这时候国家的隐性债务会暴涨。表面上看经济一片火热， GDP 在涨，但底子里这繁荣是借出来的。达利欧在书里直接戳破了一个真相，泡沫期的财富很多都是假的。比如你一套房子从100万涨到200万，但这100万是别人愿意借更多钱来买你的房子才撑起来的。一旦没人借钱了，更危险的是，这时候没人觉得有问题。就像2007年美国财长还信誓旦旦地说经济很健康，2008年有人还不上房贷，泡沫砰的一下就破了。这就到了第3个阶段，第3个阶段叫顶部阶段。通常泡沫破裂的导火索是央行加息，经济活络久了，通胀就会起来，就不得不提高利率，让借钱变得更贵。这时候那些平时靠借钱过日子的人，企业甚至政府马上就撑不住了。比如2022年美联储为了控通胀，把利率从0提到 5% 以上。那些之前借了高息债的企业突然发现每年光还利息就要花了一半收入。买了股票和房子的人也发现借钱成本太高了，没法再买了，只能开始卖资产。而资产价格一跌，大家瞪慌，都想着赶紧卖掉换现金。这就是达利欧说的债务资产净抛售，也是最危险的信号。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企业卖资产到资产价格暴跌，再到银行手里的抵押品，比如房子变得不值钱，银行就不敢放贷了。然后是企业倒闭潮，最后是失业率激增。2008年就是这么发生的，房贷违约，银行亏惨，于是不敢放贷，导致企业倒闭。最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这一步，国家已经站在破产的边缘了。接下来要么硬扛，要么想办法还债，也就是第4个阶段。第4个阶段叫去杠杆阶段，这是最痛苦的还债时刻。所谓的去杠杆，说白了就是减少债务，但这步特别难，因为只有3条路可走，而且每条路都有代价。第1条路，紧缩开支。比如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政府砍养老金涨税收，结果老百姓上街抗议，因为你少花的钱就是别人少赚的钱。紧缩只会让收入憋得比债务还快，债务占比反而更高。第2条路，债务违约或重组。说白了就是赖账，比如阿根廷就曾多次宣布国债到期不还要延长30年，这会让其他国家不敢再借钱给你，货币贬值，进口商品涨价，老百姓更苦。第3条路，印钱，就是央行印钱买政府的债务，让政府有钱还，但这其实是饮鸩止渴，因为印钱印多了，货币就会贬值，通胀会暴涨。比如土耳其2023年通胀率超过 80%， 电包价格半年涨1倍，老百姓拿着钱却买不到东西，货币成了废纸。达利欧说，最好的结果是美力去杠杆。比如2008年后的美国，央行适度印钱，但没多到通胀失控，同时让银行重组债务。比如把房贷期限从20年延长到30年，再刺激经济，比如降税，让收入增长比债务增长快。这样一来，债务占比慢慢下降，经济也能恢复，但这种平衡特别难。第5个阶段，新周期开始了，但旧痛会留下。如果去杠杆做得好，债务降下来了，货币重新有了信用，比如挂钩黄金或强势货币，利率高到有人愿意借钱给你。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联储把利率提高到 15%， 虽然短期很痛苦，但美元变硬了，
全球资金都来买美元资产，美国重新成为安全港，一个新的债务周期又开始了。危机消退不代表周期消失，只要有信贷就会有债务周期。这次的痛苦会让大家谨慎几年，但过个几十年，新一代人忘了痛，又会开始盲目借钱，循环又会重启。讲到这，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还有国家会走向破产呢？其实不是债务周期太强大，而是它还会和其他几股力量捆绑在一起。比如国内政治分裂，没人愿意砍福利涨税收，地缘冲突需要花钱打仗，天灾人祸要花钱救灾，这些都会让债务问题雪上加霜。接下来咱们就看看这些力量是怎么和债务周期叠加，把国家推向破产的深渊。之前咱们把债务周期拆成了5步，就像看一场国家借钱还债的独角戏，但达利欧在书里敲响了警钟。光盯着债务就像看球赛只盯着前锋，却忽略了中场传球、后卫防守。真正决定一个国家会不会破产，世界秩序会不会改变的，是5股力量拧在一起的整体大周期。债务只是其中最核心的一股，另外4股同样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咱们先来理清一个核心，整体大周期是5股力量的大合唱。达利欧研究了过去500年的历史，从荷兰帝国崛起，英国霸权更迭，到2战后美国主导世界。他发现不管哪个时代，决定大趋势的永远是这5件事。第一个就是咱们前面已经讲透的债务、信贷、货币周期，这是主角。第二个叫国内政治秩序周期，也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谁掌权、怎么管理的变化。第三个叫地缘政治周期，就是国家之间谁当老大、规则谁说了算的博弈。第四个是自然灾害周期，疫情、干旱、洪水这些老天爷的考验。第5个是技术创新周期，比如人工智能、新能源这些能暂时破局，但改变不了周期的变量。这5股力量可不是各自为政，它们就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比如债务多了，国内就会吵着要不要砍福利、加税收，这是政治周期。为了转移矛盾，国家可能还会和其他国家争夺资源灾害，既要花钱救市，又要花钱救灾，债务就会更重。这时要是有这种技术能提高生产力，但只要信贷还在，债务周期的比色就不会变。举个最近的例子，就是这5股力量谈在一起的结果。债务占收入 580%， 这算是债务周期的晚期了。两党为了要不要提高债务上限，扯到政府停摆，这是国内政治分裂。为了维持霸权，他又要花钱支持乌克兰，他要打压中国。前几年疫情又花了上万亿美元救市，这是自然灾害。虽然比亚技术领先，能吸引全球资金，但根本填不上债务的窟窿。达利欧还逐个拆解了，除了债务，另外4股力量怎么推动周期。第一股国内政治周期，吵架只会让债务问题更难解决。国内政治周期的核心是权力怎么分配。经济好的时候，大家对怎么花钱没什么分歧，但到了债务晚期，要砍福利或加税收。达利欧在书里举了美国的例子。1945年2战后，两党还能达成共识，但现在呢，民主党要加富人税、扩福利，共和党要减税、砍福利，连要不要还国债这么个问题都能讨好政府停摆。而这种分裂的后果很致命，债务像雪球一样滚大时，这需要派当斩乱麻的政策，它比如适度紧缩、重组债务。但政治扯皮只会让救命的时间越拖越晚。再比如欧洲的民粹政党上台都承诺不砍福利、不搞财政紧缩，结果债务越积越多，欧盟想帮都帮不了。这就是政治周期拖了债务周期的后腿。
他们当老大只会让债务雪上加霜。地缘政治周期的本质是世界秩序的更迭，一个国家要当全球老大，就得花钱维持军事盟友关系。要是遇到挑战，花钱更么靠借，要么靠印，最后都会堆成债务。达利欧研究过英国的衰落。19世纪英国是日不落帝国，为了维持殖民地，打一战二战，借了大量债务。到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英国连派兵的钱都凑不齐，这标志着英国主导的地缘周期结束，美国开始接手。现在的美国也一样，为了打压中国搞新天禁令，印太战略每年军费超过8000亿美元，他要给乌克兰送武器，历年几百亿美元，直接推高了政府债务。更危险的是，地缘冲突还会让去美元化加速，比如俄罗斯和中国开始用本币结算石油，美国靠印钱还债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就是地缘周期和债务周期的恶性循环。海比香谷自然灾害周期，老天爷的账单最猝不及防。自然灾害对周期的影响在于它花钱多，比如疫情、地震、干旱，政府必须花钱来救市和救灾，但这些钱不会像建工厂那样产生收入。2020年新冠疫情就是典型，美国花了3万亿美元发补贴和救企业，这些钱全靠发国债，直接让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从 130%。 印度、巴西这些新国家更惨，既要花钱抗疫，又要应对粮食危机。因为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了，他们只能借高息外债，最后货币贬值，通胀暴涨，把原本还能撑的债务直接推到了暴雷的边缘。达利欧在书里提醒，从历史看，大疫情、大干旱每几十年就会来一次，它那不是周期的例外，而是周期的一部分。只要遇到了，那么债务问题就会加速爆发。第四股技术创新周期，它能缓一缓，但改变不了结局。很多人觉得技术创新能打破周期，比如 AI 能提高生产力，新能源能降低成本，但达利欧说技术能延长周期，比如2000年后的互联网革命。美国靠谷歌、亚马逊这些科技公司经济繁荣了20年，看似债务问题被掩盖了，但实际上科技公司的繁荣让大家更敢借钱，比如凯科技股、炒房，最后还是爆发了2008年危机。现在的 AI 一样，美国靠 OpenAI、特斯拉吸引全球资金，暂时缓解了美元贬值的压力。AI 创造的收入根本填不上债务的窟窿。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像给病原输营养液，能让身体暂时好一点，但要是病根，也就是债务没解决，最后还是会出问题。有人会问，我们现在到底是站在整体大周期的哪个节点呢？达利欧在书里的结论很明确，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整体大周期已经到了晚期。怎么看出来的呢？这里有4个信号。第一个是美国债务周期已经晚期，债务占收入 580%， 印钱越来越多，美元信用在松动。第二个是美国国内政治分裂，两党对怎么解决债务没共识，民粹主义抬头。第三个是地缘周期更迭，中国、俄罗斯等国开始挑战美国主导的规则，去美元化加速。第四个是自然灾害加上技术瓶颈，疫情刚过，极端天气增多，贝尔还没到能大幅提高全球生产力的阶段，没法缓解债务压力。这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历史的押韵。过去荷兰、英国的周期晚期都是这样，债务高，内部吵，外部有挑战，最后秩序更迭。讲到这，你可能会问，搞懂这些大周期有什么用？总不能只当历史看课吧？其实达利欧写这本书的核心目的，就是让我们用周期逻辑当工具。比如判断一个国家会不会爆债务危机，不能只看债务数字，还要看它的政治能不能达成共识。
地缘环境安不安全，有没有应对天灾的储备。接下来咱们就讲最实用的部分，怎么用这些规律判断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袋子。前面咱们把大债务周期和整体大周期拆解得很透彻了。可能有人会问，这些达利欧写这本书的核心目的不是让我们看懂历史，而是让我们应对当下。不管你是普通上班族、投资者还是企业管理者，都能靠这些规律避通抓接两个最实用的工具。怎么判断一个国家会不会爆债务危机，以及不同角色该怎么应对。首先，咱们来说说判断债务危机风险的3个核心指标。达利欧研究了35次大债务危机后发现，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阿根廷爆雷前都有3个明确的信号，我们普通人对着数据就能判断，不用懂复杂的公式。第一个指标叫债务收入比，也就是看欠能不能还得起，债务占收入的比例越高，风险越大。比如美国政府2023年政府债务已经是年收入的8倍，2025年预计达到 7.4 倍，而1945年二战后这种极端年份也才7倍，现在相当于一个人年收入10万却欠了74万，已经远超安全线了。再看家庭，如果一个家庭房贷加消费贷超过年收入的5倍，就算收入稳定，一旦失业或加息，达利欧提醒别只看总债务，要看能用来还债的收入。政府的收入是利润，个人的收入是工资，只有债务增速低于收入增速才算安全。第二个指标叫偿债收入比，也就是看每年还利息加本金的压力大不大，光看欠多少不够，还要看每年要还的收入比，指每年要还的利息加本金占收入的比例。比如希腊2010年债务危机前，偿债占政府收入的 40%， 相当于一年赚100亿，40亿要用来还债，在后只能靠欧盟救助。对个人来说，如果每个月还贷款的钱超过工资的 50%， 一旦遇到工资降薪，马上会入不敷出。达利欧的经验是，这个比例超过 20% 就要开始减债，超过 30% 必须警惕危机。第3个指标是看实际率的情况，也就是利率相比于通胀和经济增速如何。这个是看债务会不会越滚越大，是个隐藏陷阱。如果利率比经济增速高，债务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比如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 215%， 但利率几乎为0，经济增速 1% 左右。利率低于增速，债务滚得慢。再比如阿根廷利率 20%， 经济增速却是 2%， 利率远高于增速。借100亿，一年利息就要20亿，收入赶不上利息，债务只会越积越多。这里有个对普通人很重要的启示，存钱时看实际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如果实际利率为负，比如利率 2%， 通胀 5%， 借钱时看利率能不能低于收入增速。比如你借 3% 的房贷，工资每年涨 5% 就划算。第4个指标是看债务储蓄比，这个是看有没有应急的钱，就像家庭要留6个月生活费一样，国家也要有储备应对债务危机。比如外汇储备、黄金，这些能快速变现的资产。比如中国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收入 3.2 倍，储备能覆盖大部分短期债务，风险较低。再比如斯里兰卡2022年危机，外汇储备只剩50亿美元，欠的外债却有500亿美元，储备不够还债，为后只能违约，货币暴跌。如果欠的债超过了能随时取出来的钱的5倍，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比如失业，那么你可能马上会面临断供。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达利欧为不同角色设计的应对策略。懂了风险指标，还要知道该做什么。达利欧根据自己50年的投资经验，
给不同角色提了具体建议，普通人照着做就能少踩坑。首先，对普通人来说，别被短期热点迷惑，守住安全线是第一位的。比如年化利率超过 10% 的消费贷、盲贷，就算急需钱也别碰。这些债的利率大概率超过你的收入增速，只会越还越多。第二，经济好时多存钱，在债务周期的泡沫阶段，比如大家都在借钱买房炒股时，别跟风，多存安全资产，比如货币基金、短期国债等，周期到底部阶段，资产价格跌透了再出手。第三，关注国家的债务信号，如果看到自己国家债务收入比持续上涨，利率开始飙升，外汇储备下降，别把钱都放在本币资产里，可适当配置一点强势货币资产，比如美元、黄金、ETF 对冲货币贬值的风险。举个例子，2018年土耳其债务危机前，土耳其里拉利率涨到 24%， 外汇储备下降，这时普通人如果把钱换成美元或黄金，就能避免里拉半年贬值 40% 的损失。然后是对投资者来说，远离高风险国家资产，抓住周期底部机会。达利欧的核心投资逻辑是别跟周期作对，要顺着周期布局。比如债务收入比超过5倍，偿债压力大，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别买他们的货币国债，甚至股票也别碰，比如阿根廷、土耳其的股票，就算短期涨了，货币贬值也会让你赚了数字，亏了钱。第二，配置通胀对冲资产，在债务周期的去杠杆阶段，央行开始印钱，通胀会涨，这时要多配置能抗通胀的资产，比如黄金，实物资产比如优质房产，还有强势货币国家的股票，比如美国科技股、中国消费股。第三，等周期底部抄底，债务危机不是一直跌，而是跌扣了会反弹。比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股票跌了 50%， 这时如果敢买优质公司的股票，比如苹果、微软，之后10年能涨10倍。最容易犯的错是在泡沫阶段追高，在底部阶段割肉。记住，周期永远会循环，跌透了就会涨，涨疯了就会跌，别被情绪左右。最后是对企业管理者来说，别盲目扩张，关注现金流。企业倒闭大多不是没利润，而是没现金流，尤其是在债务周期的顶部阶段，银行收紧信贷，一旦现金流断了，再大的企业也会倒。企业需要知道，第一，别靠借债扩张，在经济好的时候，别觉得能一直借到钱，要控制债务利润，比如借的钱不超过年利润的3倍，留足安全垫。第二，关注国家的信贷信号，如果看到央行开始加息，银行放贷变慢，马上收缩战线，减少投资，多存现金，应对缺钱阶段。第三，避开高债务行业，比如房地产、基建这些靠借债活的行业，一旦债务周期转向，最先受冲击，要早做转型。达利欧在书里，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每次债务危机前都有人说这次不一样。2008年前有人说房价永远涨，2021年有人说加密货币能替代黄金。但我们普通人来说，最实用的工具其实是敬畏周期，别觉得自己能躲过周期。要记住，债务总会爆发，泡沫总会破裂，守住不贪不慌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讲到这，可能有人会问，这些美国、日本、中国的债务周期具体该怎么应对？接下来咱们就通过这3个国家的真实案例，谈谈这些工具怎么落地。从历史里学经验比空谈理论更有用。前面咱们讲了判断债务风险的工具，应对周期的策略，但纸上谈兵不如看真实案例。达利欧在书里花了大量篇幅拆解美国、日本、中国的债务周期，不是为了讲历史故事，而是让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在周期里的选择不同，结局也天差地别。
这3个案例刚好对应了周期晚期、周期末端、周期中段这3种典型情况。咱们能从里面提炼出最实用的避坑指南。第一个案例，美国从美元霸权到债务困局，周期晚期的两难选择。美国是当前整体大周期玩家，它的债务问题最具代表性。从二战后稳健货币到现在借债度日，有的正是大债务周期的完整路径。现在卡在去杠杆的两难里，关键的转折点是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二战后，美国靠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霸权，美元挂钩黄金，其他货币挂钩美元。美国承诺以盎司黄金换35美元，这时的美国是健全货币阶段，债务占收入7倍，货币有硬资产背书，企业投资能盈利。但到了1960年代，美国为了打越南战争搞伟大社会福利计划花了太多钱，黄金储备不足以兑现印出来的钱了。于是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从硬货币变成了法定货币，这是美国债务周期的分水岭。从此美国可以靠印钱还债，债务开始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困局。债务 580% 和美元霸权怎么选？2023年美国政府债务占收入 580%， 比1945年高80倍，每年光还利息就要1万亿美元，占联邦预算 15%。 但美国的特权在于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其他国家不得不买美国国债，这让它能靠印钱缓和危机。比如2020年疫情，美国印了3万亿美元，就是全球买单，但特权也在慢慢消失。一方面美国两党为债务上限，政治分裂，让去杠杆没共识。另一方面中国、俄罗斯用本币结算石油，去美元化加速，美国印钱还债的空间越来越小。美国现在像走钢丝，继续印钱会让美元贬值失去霸权，但是不印钱会让债务暴雷。这种两难是所有周期晚期霸权国家的通病，比如19世纪末的英国也是一样的逻辑。咱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日本是周期末端的样本，完整体现了印钱救债务的代价。如果说美国还在周期晚期挣扎，日本已经走到债务周期的末端，它的经历能让我们看清靠印钱拖延危机的最终结果。1980年代的日本是债务泡沫阶段的典型，银行疯狂放贷，企业借债炒房炒股，东京房价甚至能买下整个美国。1990年日本央行加息，泡沫破了，房价跌了 70%， 企业倒闭，银行坏账堆积如山。这时日本政府的选择是靠借债救市，一方面给银行注资，一方面搞基建刺激经济。结果政府债务从1990年占 GDP 的 60%， 涨到达利欧写书时的 215%， 就 GDP 占比来说全球最高。日本央行从2013年开始无限量购债，现在持有日本 50% 的国债，右手买自己的债。短期看这能让利率维持在0附近，政府不用怕还不起利息，但长期代价很明显。首先是货币贬值，2013年到2023年，日元对美元贬值了 45%， 老百姓买进口商品贵了一半，购买力缩水。其次是债务资产变废纸，日本国债持有者比如养老金，不仅收益率接近0，还得承受货币贬值的损失。2013年买100万日元国债，2023年换成美元只剩下55万了。最后是经济失去的30年，印钱没刺激出生产力增长，只延缓了危机。日本经济增速常年低于 1%， 年轻人躺平成风。日本的案例证明，印钱救债务只能拖延时间，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要么货币贬值，要么债务违约，没有第三条路。
第三个案例是中国的债务周期。我们没有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权，也没经历过全国范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是靠政策调控在周期中断找平衡。这给新兴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中国的债务主要不是中央政府和企业债，比如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借钱搞基建，所以中国政府债务比美国低很多，但有很多隐性债务，比如城投债。但中国的优势在于有兜底资产，一方面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能应对短期债务风险，另一方面政府持有大量国有资产，比如国企货币，这和阿根廷、斯里兰卡那种没资产没储备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从2018年开始结构性去杠杆，对房企设置3道红线限制借钱，对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进行清零，同时又靠基建消费刺激来稳增长。比如2023年发专项债搞新基建，既不让债务越积越多，又不让经济硬着陆。达利欧观察到，中国的策略是主动调控周期，在泡沫没变大前踩刹车，在经济下滑时适度刺激。这种逆周期调节能避免美国那种泡沫破了才救的情况，也能避免日本拖到周期末端的困境。但是挑战也有很多，比如怎么平衡去杠杆和保就业，怎么让地方政府不依赖借债来搞基建。看美国、日本、中国的案例，达利欧提炼出3个对普通人有用的结论。一是别信储备货币能无限印钱。美国的美元霸权在松动，印钱的代价是美元贬值，去美元化，这个代价会越来越大。二是别碰零收益加贬值的债务资产。日本国债的案例证明，就算政府不违约，货币贬值也能让你的钱变废纸。三是关注政策调控信号。中国的案例告诉我们，政策能延缓周期冲击。比如看到房企去杠杆，就别盲目买高负债房企的房子；看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零，就别投资城投债相关产品。这些案例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美国还在为债务上限吵架，日本还在印钱购债，中国还在化解隐性债。看懂他们的选择，就能预判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比如美国会不会继续印钱，日元会不会继续贬值。这些判断正是下一部分未来展望的基础。其实能隐隐感觉到一个大趋势，我们正站在2战后美国主导的整体大周期的晚期，就像坐一辆下坡的公交车，也不能假装路还长，只能提前抓稳扶手，看清路线，不是为了让我们恐慌躲危机，而是教我们看懂周期，应对周期。毕竟历史上每次周期更迭，有人亏得血本无归，也有人抓住机会实现财富跃升。这部分咱们就来拆解未来10年的风险与机会，以及看看达利欧给普通人的建议。很多人听到周期晚期会慌，觉得马上要金融危机、货币崩盘。但达利欧在书里反复强调，周期晚期是旧秩序松动，新秩序酝酿的阶段，不是毁灭，而是洗牌。比如19世纪英国，周期晚期英国消失，而是慢慢把霸权交给了美国。现在美国周期晚期也不会美国崩溃，全球规则会慢慢改变，债务风险、地缘冲突会比过去多，这才是我们要应对的常态风险。具体来说，未来10年有3个大概率会发生的变化，都和我们的钱袋子相关。第一个是美元信用会继续松动，但短期内它还是最强的货币。美国靠印钱还债的空间在缩小，去美元化加速，但其他货币比如欧元、日元、人民币还没能力完全替代美元，所以美元会缓慢贬值，不会突然崩盘。比如未来5年贬值 10% 到 20%， 而不是像阿根廷比索那样一年贬值 50%。 第二个是通胀会成为常态，不管是美国印钱、欧洲能源危机、
还是极端天气导致的粮食涨价，通胀都不会回到2010年代的低通胀时代。普通人要习惯钱会慢慢缩水，学会对抗通胀。第三个是地缘冲突会常态化，中美在科技和资源上的竞争，欧洲的能源问题，比如芯片、石油价格会经常波动，企业和个人都要适应供应链不稳定的环境。基于这些变化，有3个坑咱们一定要避开，它们是周期晚期最容易亏钱的地方。第一个坑是盲目持有过度负债国家的本币和国债，比如日本国债收益率接近0%，日元还在贬值，土耳其里拉空涨 80%， 货币年年贬值，甚至美国国债也要谨慎。但美元贬值通胀会让持有收益变负，比如买10年期美债，收益率 3%， 实际亏 1%。 达利欧的建议是，别把超过 30% 的资产放在单一国家的本地资产里，尤其是债务收入比超过5倍、政治不稳定的国家。第二个坑是跟风追泡沫资产，周期晚期总有看似能赚钱的泡沫，比如前几年的加密货币，现在的 AI 概念股。很多人看到别人赚了钱就跟风，却忘了泡沫总会破。现在很多 AI 股市盈率超过100倍，其实根本没盈利，只是概念炒作。达利欧的提醒是，判断一个资产是不是泡沫，看它的价格有没有超过未来现金流的限制。比如一家 AI 公司现在市值1000亿，未来10年能赚的钱折现到现在只有100亿，那就是泡沫，再涨也会跌。第三个坑是躺平，很多人觉得我没多少钱，不用管周期，但周期晚期的通胀、货币贬值对普通人影响最大。比如你有10万存款，通胀 5%，5 年后实际购买力只剩 7.8 万，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10%， 你想买的进口药、孩子留学的费用都会贵 10%。 别觉得对冲风险需要很多钱，比如配置 10% 的黄金， ETF 对抗货币贬值，存1点美元现金，应对本币短期波动。这些动作花不了多少钱，却能减少被动亏钱。讲完3个坑，达利欧也说了3个未来的机会。危机里永远藏着机会，周期晚期也不例外，关键是别跟旧秩序走，要跟新趋势走。第一个机会，比如黄金、实物资产、强势货币。达利欧自己配置了 10% 的黄金，他认为黄金是唯一不依赖任何政府信用的资产，不管美国印钱、中国调控，黄金的价值不会归零。除了黄金，还有2类资产值得配置，一类是优质实物资产，比如核心城市的优质房产，能出租、能抗跌。还有大宗商品，比如石油、铜，极端情况会让它们涨价。另一类是强势货币资产，比如美元，短期还是强势货币。还有人民币离岸资产，因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人民币长期有潜力，但要注意分散持有，别只抱一个。第二个机会是技术创新里的真需求赛道，不是所有技术都能赚钱，周期晚期要选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比如贝亚里的生产力工具，不是炒概念的贝亚公司，而是能帮企业降成本、提效率的，比如 AI 质检。还有新能源里的硬科技，比如储能、光伏。极端情况会让能源安全成为刚需，这些技术能真正赚钱，不是靠补贴。达利欧的逻辑是，技术创新要落地到生产力，比如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了，但能帮企业降成本的互联网公司，比如亚马逊，最后活了下来，还涨了100倍。第三个机会是新兴厂的周期红利，美国、日本处于周期晚期，但印度、东南亚这些新兴市场还在周期中段，他们占务第一人口年轻及增速 6%， 比美国的 2% 高很多。
未来10年可能有类似中国2000年代的机会，普通人不用直接去投资也能参与，比如买新兴市场 ETF，或者选择在这些市场有业务的中国公司，比如在东南亚卖家电的美的、泰尔，间接分享红利。最后落地到普通人该怎么做，其实不用学太多经济学，记住3个动作就行。认知上要敬畏周期，这是达里欧反复强调的。你不用记住所有理论，只要看到大家都在借钱买资产，政府在大量印钱，看到资产跌透了没人敢买了，就知道可以慢慢布局。资产上鸡蛋别放在一个篮子里，比如存款3到6个月生活费，在货币基金应对失业降薪，比如投资配置 50% 的安全资产，可以是短期国债、货币基金， 30% 的增长资产，可以是优质股票基金， 20% 的对冲资产，可以是黄金、强势货币。另外需要避免的情况是，别打超过 50% 的资产放在房子里，尤其是3、4线城市的房子，别碰高息网贷、高负债房企的理财产品。个人上提升抗风险能力比猜周期更重要。周期晚期经济波动大，所以多学一门技能，比如学数据分析、短视频制作，这些能赚钱的技能不会过时。比如少花没必要的钱，把钱花在提升自己对冲风险上。再比如关注政策信号，比如中国的房企调控、逼方债务化解、美国的加息降息，这些信号会直接影响你的房子和存款收益。如果你能提前知道，就能提前应对。咱们把国家怎么破产的周期逻辑、应对方法都聊透了。其实最后回到最朴素的问题，这些规律不是书本里的理论，而是藏在我们身边的房价、汇率、工资里，是处于泡沫阶段还是底部阶段。你手里的钱该怎么配置才能不被通胀吃掉？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藏在我们前面聊的周期里，